今天头条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北海道出现了惊悚的情节，那就是登山客活活的被棕熊拖走。北海道罗臼岳在星期四发生了非常不幸的登山客被野熊拖走，拖入山中。星期五发现的时候，有一具男性的遗体。罗臼岳，我刚刚有跟你讲，好像什么都是山哦。然后他说那一条横断道路偶尔会有熊跑出来。哦。熊如果攻击我们，就赶快给它面包吃。一片不够我们逃的时间，1秒就吃完了。这条国道334号一定没有人在冬天的时候骑过，因为它平均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到11月的第一个礼拜才有开放，有长达半年的时间都是封闭的。今天我们要从罗臼的海边翻越直闯半岛，骑到协里町的海边。这种山类似台湾的嘞，哦，它只是上面铺的植物跟我们品种不太一样，反正就绿绿的。他们这种植物的品种，我们那样好像都没有，都不一样。我们山的叶子比较大，更大。我们的摩托车阿顺才110cc。还带行李双载，遇到爬山的时候，我们不想超它，就保持平路50公里时候的油门，它会自己慢慢变成40、30，不去硬吹油门。我们有游览车啊？公车吗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超过我之后？给我打了一个双闪，他在跟我说谢谢，我再让一台给大家看。谢谢。这个山也很漂亮哎。那这里速限30而已啊，30就我这个速度啊。哦，上面还有车子哎！哦，我们还爬到那个上面去了。那个公车已经到那里了，上去了。这个就我们的五指山嘛，然后台湾的小孩子都在压车，像我现在五指山。我还没来一个压车。然后那个不算压车啊，就骑快一点而已。那骑小狼好像。是啊。反正不是，好像不是很大台。对，矮矮的。他们夏天来骑北海道，一定都会骑这一条。哦，这个山很好看。人家的山都没有开垦，也没什么开发。就是覆盖很完整。对啊。要破一个洞一个洞。我们的就不是一个洞一个洞，就是槟榔水。全部都槟榔水。这里没有景观台哦。没有什么？观景台。没到啊。在北海道骑摩托车，遇到都会互相挥手。这个文化起源于1960年代日本重机旅游的兴起。当时的北海道旅行环境远不如现在，地广人稀，又没有手机。路上遇到跟自己一样骑摩托车的，就好像遇到战友一样，会互相挥手、加油打气，互助平安。这个文化就一直延续到现在。那边有一个停车，那里哦。
这停车场是蛮大的，但没有画机车格。搞不好有画我们没找。可是大家都停得很分散哦。这个山好看。对啊。我们突然听到有日本人说：“哇，从船桥来的。”很好笑吗？我不知道。很惊讶吗？没有很惊讶，就是好像骑到这里了。苏洛伊那种感觉。他不会以为我们是从本岛骑过来的吧？不是，最主要是粉红色的车牌哦，真的。哦，我觉得主要是看到粉红色的车牌了，而且是这种破的车。他说没有很破啊，没有人骑这种就是妈妈。他只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帅而已，他没有很破。不是，他是根本就是主妇的代步车。主妇我也没看过主妇骑过啊。有啦，我们在超市不是有看到一台那个消光缆？哦，这个大家抢着拍照打卡的石头上面写的“知床卡”，卡这个字是日文汉字，在 iPhone 跟电脑上都打不出来，只有谷歌键盘打得出来。看字义就知道是上山下山最高顶点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这边说的垭口。哦，这就是罗臼岳了，半岛最高峰1661。ちょうどね、2日前。昼間出たんだって。コマは夜に出てるだけと思います。違う。他说那边有熊，前几天有熊。有没有拍到？他们带大炮来拍。对啊。然后他说那个鹿啊，就是他90年初期，本来要灭绝了，然后他们就富裕嘛，保育，然后后来就数量就一直增加，特别是知床半岛，生了很多，然后有太多了，后来太多了，就有点影响生态，因为它会吃树皮，然后害那个树长不好。知床自然 Center 外面，然后从这边可以走到那个乙女的瀑布，走大概40分钟。他说走那个游步道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早晚夕阳，有雾的时候不要进去，不要乱丢垃圾，不要带狗进去。遇到熊的时候不要跑，慢慢的后退，不要接近，不要给它食物。有吧？你还想喂熊？要制造一点声音。
那个叮叮叮超市，他如果听到叮叮叮就有东西吃，他就以后听到叮叮叮就来。就没有人会喂它，怎么会有东西吃？你怎么知道？观光客那么不守规矩，你怎么知道？每个都嘛给他。我记得不知道哪里的黑猩猩被那个观光客教到会抽烟，然后你拿他一根，然后跟他点，他会抽。人假装的吧？你好像都不怕熊，奇怪，你好像都不担心熊会跑出来。因为那个阿伯在那时候在山上才看得到，然后那个阿嬷说她这辈子没看过。你会那么好运看到？我不知道，不可能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运气不可能那么好看到熊。7月，对啊，今天11号，对不对？9点半就看到一头了。真的，赶快去看。看屁！那个机关鸟都不怕。那个你是屁孩耶，真的。那个知床半岛啊，那个观光船，就是带你在船上看黑熊，结果底下的留言就说非常长面都没看到。他们说这边很容易看到野生动物，可是我觉得罗臼那边好像比这边更多，至少看到的机会。你看我们一路上一只动物都没有。这个都褪色了。哇，前面是一大片海了，可是没有听到瀑布的声音哎。没有水的样子。水がない。滝がないわ。滝そこです。ああそこからの方が見えあ、ますね。ここっちへ。の辺と思いますけど。そこの壁のところですね。哦，はい。阿伯说在洞里面，好小哦的样子。对啊，这2颗石头还比较漂亮。我觉得这2颗石头这里也很漂亮了。哦，看到了，小小的。我以为是像那个一片一片那个节里那个石头那边，结果是这里伏流水，应该是雪水。他们说冬天因为有雪水，所以水会比较多啊，融雪的时候啊。哦，有彩虹，今天太阳很大，所以看得到彩虹。哇，那边有彩虹哎。对啊，但它是伏流水。彩虹不是很容易拍得出来。这里这里看很明显，眼睛看很明显。眼睛看很明显，镜头拍不见得不是很明显。哇，有太阳，东西就有颜色，海水就会蓝的，然后树木就会绿，石头就会红，看起来所有就很漂亮。那个船上面有一个人呢，你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嘿，是鸟飞过去。哦，那个鸟飞过瀑布，很好看。那个渔夫在钓鱼。啊，他在钓鱼。哦，他不是在抓。难怪他一直停。我看他拉起来有没有鱼？他还在拉。那是鱼吗？好像不知道是不是。哦，这边也有，他也在拉。有船开过来的声音，观光船吗？哦，拉起来好像有鱼耶，要回去用大萤幕看。
我小范达看不出来。哦，好远哦，那观光船在那么远的地方。那个是不是观光船？我不确定。后面有一个日本国旗，他拉完就走了。他换个位置，他这样一个下午不知道能拉到多少鱼。不是，这好像都是渔船。他去跟那个人聊天，真的耶。对啊，你看，还是他钓到的鱼直接卖给这个船啊。他真的要靠近他哎。送便当吗？有可能哦。我看他是拿什么给他，叫外卖。他们也没有靠到完全靠在一起啊，不知道干嘛。那个人还在拉，那个小船呢，他还在拉他的那个。我说他不是在找他的。那个人好像又拉起了什么东西。10班重2尾，今天的生活费都够了。啊，他走了，这台走了。超舒服的，这里的风，快要睡着了，凉。海水好透明哦。这时候，一群鸟突然骚动，在打架。对，是老鹰哦。不知道是昨天那种鸟。跑去哪里了？真的是老鹰啊，它的巢啊。巢在那里。哦，老鹰哎，给我拍到老鹰了。那我干嘛赶它？因为它可能去抓它的小孩来吃，你懂意思吗？是它的蛋。我看不出来，反正就是。你们海鸥有10只，老鹰才1只。老鹰不怕它啦。哦，那个老鹰旁边石头上也都是大便。你看它张翅膀好像。那个海鸥还不怕它嘞，去挑衅。这冬天，走起来不知道什么感觉。它冬天不知道会开放。冬天难道这些树都没有叶子吗？都看到枯枝吗？所以每个地方四季都要来一下。对啊。可是你冬天来这里冷到受不了，东西要带够。穿雪裤。对啊。咦，一只头，那个露一只头好可爱，露一个头出来。我就说这种草鹿应该很喜欢吃。我们大概从那个什么地方过了以后，就没有看到人家种小麦。川路，好像进川路之后就没有看到了。就农田就变少了。都是草地，养牛。我觉得最瞎的就是，昨天想买当地的马铃薯条，结果一翻对面产地是中国。来到这个地方都是产那个马铃薯的地方，结果超市卖的马铃薯条后面是中国。我不知道这边会不会有那种小农市集呀？我不知道啊。就是那个农夫自己。会不会这里的东西又贵又没有中国的好吃？就好像花生，山东的花生味道应该是不差，但可能比较贵。那个这里的花生一翻过来看都是中国的，那个山东的。哇，好开阔的景！让我拍一下照。在那个知床自然中心，再往乌托罗方向走大概1.4公里的地方，还有一个
展望台，就是可以看海、看山、看市景的，视野比较开阔的。可是到了之后有一点奇怪，那个展望台就在马路旁边，然后它也没有停车场。我刚看就一台车停在路边看，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占用道路感觉有点危险，然后就它旁边有一个停车弯吧之类的，我们就先把摩托车停在这里了，然后再走过去看，就在马路对面，没有停车场，要横断还有点危险。那上面好像还有一个大饭店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是大饭店吗？那个好大哎。应该是饭店吧？我们是住这个地方吗？前面这个地方。可能在那个大建筑物附近吧。我们那个地方离港口没有很远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再上去。对啊。阿罕巴斯。阿罕巴斯。view 是很不错，但有点热。那个阿罕巴斯我们可以下去。对啊，我们会经过那里啊。你看那外国人，他住的旅馆在上面，那公车只能坐到这里耶。怎么办？辛苦哦。好想把他载上去了。可是他怎么来这种地方玩，还带行李箱？这家到了，对，这个呀，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是哦，拜可。好。这前面就有拜可，太好了。本日お泊まりいただくのはこちらが本館で、あちらの道を挟んで向かいの離れというところになります。離れ、はい。ですね、あちらのドミトリー形式のお部屋になります。はい、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離れの方はこちら皆さんがご自由にお使いいただける共用部分と、それとこちらの方にお手洗い洗面所、そして、コインランドリーとお湯のポットがご用意してあります。はい。今天在知床半岛的北岸那个乌托罗那边订的那个要住2个晚上的，我不知道它算民宿还是算旅馆，反正就是一个房间呢，其他东西都共用的，叫做知床村。订了这个，就是可以2个人有自己一间房的那种。然后它这边有那种只有床位的那种 hostel 那种。然后这个房间没有冷气，今天有点热，然后他附了一个电风扇。对啊，我们是订那个2个人1个房间，单独1个房间的这种。房间就很简单，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共用的，像什么，浴室啊、吃饭啊，然后厕所啊，那些都是在外面，所以房间基本上就是睡觉。我觉得这家就是青年旅馆啊，只是有个人房。好可爱的冰箱啊！鹿头哎，阶梯灯，很恐怖，觉得放这种东西不太好。哦，对，尸体的标本。1楼下来这边有一个sorry， 有一个公共空间，客厅。这边比房间凉。check in 这边有卖简单的泡面这些。贩卖机在这里哦。浴场在这里。它浴场是下午3点到早上9点，所以整个晚上都可以出来洗澡。一样。这边的比较好一点，好像，差不了多少。我不知道。我刚刚看一个签名写1990年呢，这个不够久，这个就是房